在90年代的意甲，有一位无人不知的战神，他像太阳一样散发着灼热的光芒。在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他用独属于他的情感和天赋搭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他的存在非常特殊，有些传奇是以冠军来定义，但他却是一个无法用荣誉来衡量的球员。甚至在退役后，他仍然不断收获更多的爱戴，满足了很多普通人对英雄的幻想。他就是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巴蒂斯图塔的伊利。今天我将向您揭示巴蒂斯图塔从童年时期到成名那一刻不为人知的一面。1969年2月1日，小巴蒂斯图塔出生在阿根廷圣菲省雷孔基斯塔。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而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活泼、好动、调皮的孩子，满脑子总是一些疯狂的爱好。小时候的他可以在科学实验室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因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在运动方面，足球并非他最喜欢的运动，因为身高足够，他更喜欢打篮球。后来因为叔叔梅尔奇的影响下，才开始接触足球。尽管如此，足球对他来说也只是在没有其他游戏可玩的情况下踢上一两脚。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曾经热爱篮球、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的理科生小男孩开启他的足球职业生涯呢？原来，当年的阿根廷队夺得1978年世界杯冠军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才让这个小男孩慢慢的将注意力转移到足球来。他当时完完全全被肯佩斯的射术所折服，这启发了他对足球的热情和追求。从那一刻起，还在高中时期的他便开始专注于足球。当时巴蒂斯图塔在埃奈特学校的足球队已经开始小有名气，并在一次地区联赛中被球探相中，加入了当地的普拉滕斯竞技足球俱乐部少年队。之后在一次全省联赛中，普拉滕斯竞技足球俱乐部少年队战胜了纽维尔斯老男孩足球俱乐部少年队。巴蒂斯图塔在比赛中2次攻破对手球门而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之后更被纽维尔斯老男孩足球俱乐部的球探乔治·格里发看中。从此，巴蒂斯图塔开启了传奇般的职业生涯。1987年，在18岁的巴蒂斯图塔时，正式加入阿根廷足球甲级联赛纽维尔斯老男孩足球俱乐部青年队。当时球队主帅是2002年世界杯执教阿根廷队的疯子贝尔萨。巴蒂斯图塔最初的日子很难熬，他远离家乡、家人和女友艾琳娜，独自一人睡在球场的一个房间里。由于体重超标而得了个绰号叫科尔多，也就是胖子的意思。巴蒂斯图塔在他的自传中曾记述了在纽维尔斯老男孩踢球时一段尴尬。在二线队，有一次教练让我们练习颠球，我颠了3下球就掉下来了。教练盯着我问：“你是在颠西瓜吗？”当时我简直无地自容，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回答说：“先生，我不是马拉多纳，但如果面前有个球门，你会看到我能做些什么的。”1988年，19岁的巴蒂斯图塔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由于纽维尔斯老男孩的主力前锋受伤，巴蒂斯图塔得以从2线队升入1线队，开始职业生涯。在进入1线队后，巴蒂斯图塔在纽维尔斯老男孩对阵圣洛伦索足球俱乐部的南美解放者杯首回合比赛中上演了职业生涯处子秀。紧接着，在纽维尔斯老男孩对阵圣洛伦索的第2回合南美解放者杯比赛中，他的一次射门击中后卫折射入网，这是他生涯中的首个职业生涯处子球。在1988到89赛季，巴蒂斯图塔代表纽维尔斯老男孩在阿根廷足球甲级联赛中出场16次，并打进4球。其实当时的巴蒂斯图塔在纽维尔斯老男孩并没有受到重用。1989年的夏天，巴蒂斯图塔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盟阿根廷足球甲级联赛最大的俱乐部之一河床竞技足球俱乐部。刚加盟河床的时候，巴蒂斯图塔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之后，丹尼尔·帕萨雷拉在中途成为河床新任主教练后，巴蒂斯图塔突然被他踢出首发名单，沦为替补球员的他随后主动要求离开球队。2人均否认彼此之间有争执，帕萨雷拉仍然多次公开称赞他的敬业精神和突出表现，所以这件事至今仍是个谜团。1989到90赛季，巴蒂斯图塔代表河床在阿根廷足球甲级联赛中出场19次，打进3球。1990年，他转会到了阿根廷豪门博卡青年。在博卡青年，巴蒂斯图塔在经历过一小段惨淡的适应期之后，新任的教练塔巴雷兹做出了影响巴蒂斯图塔生涯最大的变革，把他调往正中锋的位置，令他表现有突破性成长。
并在秋季的联赛里打入11粒进球，以总赛季13粒进球成为当季最佳射手。而正是因为在博卡青年的优异表现，让他受到国家队的征召，开启国家队生涯。1991年，巴蒂斯图塔被征召入阿根廷国家队，参加在智利举行的美洲杯，以出色表现射进了6球，成为最佳射手。同年的夏天，由于在美洲杯中的出色表现，多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向他发出了邀请，而巴蒂斯图塔最终也选择加盟紫百合佛罗伦萨。1991年9月1日，在意甲首轮联赛中，佛罗伦萨0-1负于尤文图斯。巴蒂斯图塔在下半场的第63分钟替补出场，完成意甲联赛处子秀。1991年9月8日，在意甲第2轮联赛中，佛罗伦萨2-0战胜热那亚。巴蒂斯图塔首发出场，在上半场第45分钟打进意甲联赛处子球。巴蒂斯图塔就在意甲联赛的第一个赛季共出场27次，打进13球。而正是在该赛季，巴蒂斯图塔以他那充满暴力美学的怒射、精准无比的射门脚法、势不可挡的头锤攻门、惊人的身体素质，让球迷们伏地膜拜，而球迷们也开始把他的进球称作巴蒂沟、战神等等。1992-93赛季，佛罗伦萨一度位列意甲联赛第2名，但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俱乐部内部出现了问题，导致佛罗伦萨在意甲联赛后半段崩盘。尽管该赛季巴蒂斯图塔代表佛罗伦萨在意甲联赛和意大利杯中共出场35次，打进19球，不幸的在赛季结束时，佛罗伦萨还是以1个积分的差距降入了意大利足球乙级联赛。这次的打击让巴蒂斯图塔动摇过留在佛罗伦萨的念头。要知道，第2年就是世界杯年，到乙级队踢球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前程。而且当时意甲的尤文图斯、国际米兰、AC 米兰等都要挖他来到他们的球队。但令所有佛罗伦萨球迷感动的是，他们从巴蒂斯图塔那里得到了这样一句回答：我会留下来，我要帮助佛罗伦萨回到意甲联赛。按道理来讲，战神离开也没有人会反对，毕竟球队内部这么乱，正值巅峰期的他选择更好的俱乐部无可厚非，但是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战神真男人般的忠诚，征服了球迷，也征服当年的我。1993-94赛季，佛罗伦萨当时重返意甲的旅程充满了艰辛。意大利人拉涅利接手了帅位。一开始，巴蒂斯图塔和拉涅利之间有过一次误会。球队第一次训练，巴蒂就迟到了，结果遭到了训诫。不过之后两人发现彼此能够很好的合作，很快就消除了误会。拉涅利还让巴蒂斯图塔取代斯特凡·埃芬伯格，成为佛罗伦萨的队长。该赛季，巴蒂斯图塔代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足球乙级联赛中出场26次，打进16球，再加上托尔多、罗比亚蒂和巴亚诺的涌现，最终佛罗伦萨以联赛冠军的身份在1年后重返意甲联赛。1994-95赛季，巴蒂斯图塔以26球成为意甲联赛最佳射手，并且创造了连续11轮联赛都有进球的纪录。1996年5月，他又为佛罗伦萨夺取了意大利杯和超级杯。在90年代的意甲赛场上，战神成为了最令人畏惧的射手。他出众的摆脱能力和强劲的射门，一次次的令对手绝望。他是不折不扣的射门机器，几乎以一人之力摧破敌阵，是千军万马如若无物的射门机器。从豪门到弱旅，被他一个人凌辱过的球队无以算计。可是经过几个毫无冠军的赛季之后，也就是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巴蒂斯图塔考虑转投到其他更具争冠的球会。可是佛罗伦萨高层为了留住他而专门聘请了名教头吉奥瓦尼·特拉帕托尼成为球会教练，并且许诺不惜一切争取联赛冠军。最终，巴蒂斯图塔决定继续留在佛罗伦萨效力。俱乐部更为巴蒂斯图塔树立了铜像，以示巴蒂斯图塔乃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在1998-99赛季，罗伦萨一度排名意甲首位。正当大家以为战神终于能够拿到意甲冠军时，可惜啊，最后被 AC 米兰超越，没能夺冠。苦守紫百合多年，一直没能夺冠，已经让球迷们无不为之心碎。1999-20赛季，尽管巴蒂斯图塔不断进球，佛罗伦萨最终还是与联赛冠军始终无缘。在2000年5月14日，这是战神代表紫百合最后一次出征。10年的光阴积压在这一刻，成就了巴蒂斯图塔最后的告别演出。他在那场比赛中接到鲁伊科斯塔的一脚直塞，反越位成功，趟了2步，面对对方守门员轻松得手。这粒进球怎么看都称不上战神的得意之作，
如果回顾他一生的精彩进球，这粒进球完全不够资格入列。但在我看来，这样一粒进球，却是巴蒂斯图塔和兹百和佛罗伦萨最后的告白。浓到化不开的深情厚谊，似乎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淡化。在坚守佛罗伦萨9年后，这一次战神终于决定离队了。2000年的夏天，巴蒂斯图塔转会到 AS 罗马，并创造了当时世界足坛30岁以上球员的身价纪录。在卡佩罗的调教下的第一个赛季，罗马一路领跑到最后一轮，也就是在2001年6月17日，罗马在主场3-1击败帕尔马。这一次战神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终于结束了个人的10年冠军长跑，他终于夺取了梦寐以求的意甲冠军。这次老天爷终于把巴蒂斯图塔在佛罗伦萨忠诚的投入换成了一次迟到的奖励。3届世界杯，3次出征，留下12次出场，10个进球，史上唯一连续2届世界杯有帽子戏法的球员。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小组惨遭淘汰，巴蒂斯图塔泪洒赛场。这之后，战神宣布退出了国家队。在2002到03赛季，随着巴蒂斯图塔状态有所回落，加上球队成绩一直欠佳，罗马决定出售巴蒂斯图塔，但最终战神以租借的方式来到了国际米兰，也算是还了莫拉蒂的赏识之情。随之后，巴蒂斯图塔以自由人身份离开了意甲联赛，并加盟了卡塔尔的阿拉尔比俱乐部。战神在自己职业生涯后期代表阿尔阿拉比，在卡塔尔足球甲级联赛中出场18次，打进25球，荣膺联赛最佳射手，打破卡塔尔足球甲级联赛单赛季进球纪录。在2005年，巴蒂斯图塔因为伤病困扰，不愿意白拿着工资养伤，于是他2005年3月15日正式与阿拉尔比俱乐部终止了合同，并宣布退役，结束了17年足球生涯。从此，足坛再无战神，一个英雄就这样在我的心目中渐渐落下了帷幕。但这个男人的故事足够精彩和传奇。自2005年退役以来，巴蒂斯图塔一直饱受行动不便的困扰。他曾在自传中谈到过他退役后日常的身体痛苦。我一停止踢球，我就发现我的脚踝受伤了。他补充道，骨头撞骨头，支撑着86到87公斤的重量，最轻微的动作都变成了极大的痛楚。我和范巴斯滕有同样的问题，他在28岁的时候就受够了。有些日子我下不了床，我会气得哭起来。我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觉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所以我去找我的一个医生朋友，让他给我双腿截肢。当时医生不允许我那样做，他认为我疯了。他为我的右脚踝进行了手术，用钢钉固定住我的脚踝，但我的软骨以及肌腱早就磨光了，手术后的疼痛几乎让我死掉。之后，右脚踝固定钢钉的巴蒂斯图塔情况逐渐好转了，折磨了战神多年的疼痛解决了。曾经，足球或马球是他生命中的全部，但现在他已经几乎完全放弃了这2项运动。巴蒂斯图塔坦诚，因为害怕受伤而不敢承担风险。虽然他偶尔会参加一些慈善足球比赛，但他现在最热衷的运动是高尔夫球。现在巴蒂斯图塔很享受隐居生活，他终于可以平静地走上街头。甚至在卡塔尔出生的幼子沙梅尔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是名满天下的球星，因为巴蒂斯图塔退役后从不将足球带回家。如今的巴蒂斯图塔有4个儿子，2020年他已升格为祖父。拥有2匹马的他，在阿根廷北方的庄园别墅隐居。前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这样评价巴蒂斯图塔：这个年轻人忠诚会让他丢掉世界足球先生。9年对于平常人来说可能只是生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职业球员，这也许是他的全部。与现今的球星相比，频繁跳槽，在各大豪门球队之间穿梭已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在这个时代中，巴蒂斯图塔的忠诚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虽然这能够让他获得球迷的认可，但难以为他赢得更多的荣誉和历史地位。不过，我个人认为巴蒂斯图塔不是一个可以用荣誉来衡量的球员。有些传奇是用冠军来定义，但他肯定不是。甚至在他退役之后，还在不断收获更多的爱戴。他的存在和经历满足了很多普通人对英雄的幻想。多少人因为他爱上足球，多少人因为他爱上阿根廷。也许你见证了他对紫百合的爱恋，也许你沉醉于他对阿根廷的激情，曾为他的长发飘逸而痴迷，也曾为他的英雄悲情而惋惜。这个男人带着潘帕斯草原的不羁和性情，用13年的时间，在意甲赛场留下了属于他的浓墨重彩。巴蒂够成为他的独家记忆。你能想到所有赞美雄性的词汇都和他有关：狂奔、
怒吼、忠诚、热血。他是阿根廷在90年代的射门机器，也是紫百合的象征。他是忠诚的化身，他是暴力美学大师，他是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一个被称为战神的男人。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对这一集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您的留言和分享。我们下期再见。